Hello，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每个礼拜我们花2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整理上个礼拜加密货币市场最重要的焦点新闻和数据，以及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这周币圈投资人有哪些必须格外留意的日期消息、事件跟币种。那上周台北时间的礼拜四凌晨联准会已经如预期的降息了50个基点就是我们在上周在拍影片的时候，大家还认为是50-5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大家发现说应该就是降息了50个基点那确实也如很多分析师预期的，如果说联准会一次下降50个基点，市场可能会迎来一波的上涨。但是呢，大家担心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市场有没有可能因为联准会的这一个举动，认为他对市场的信心是非常的低落，觉得说必须要这样去救市场，导致这个上涨其实是一个牛市陷阱，接下来其实会大跌呢？关于这个后市预期，以及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有哪一些小细节可能是投资人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今天整理了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我们看到联准会首降50基点，比特币大牛市要开启了吗？北京时间的9月19日凌晨，联准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现在降到 4.75% 到 5% 之间的水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首次开启降息，而且呢，这个是在没有发生经济衰退的前提下，历史上目前的第4次这样的预防性降息更罕见的是，过去3次的预防式降息，分别是94年、98年跟2019年3次，都只是每一次降息25个基点所以这一次的联准会直接降息50个基点，它调整的幅度可以说真的是历史罕见所以各个分析师他们的说法都是一个讲东一个讲西，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历史上联准会大幅降息，往往会带来经济成长、刺激通膨跟催生资产泡沫等结果。这个想必观众朋友也都很了解了，降息基本上就是央行的资金可以流到市场上，那此举就会利好风险市场，例如股市或者是加密货币等等。那日本最大的野村证券呢，它就研究了历史上几轮大幅降息周期的资产表现。他说，联准会只要降息50个基点，通常在3个月之后，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是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小盘股会大涨，科技股的表现良好。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看到了有一个新的 YouTube 频道在分析加密货币的，他就有提到说，很多人觉得比特币是跟 S&P 500走得很像，但是他发现其实走得更像的应该是一个叫做罗素2000的指数。罗素2000是美国的小盘股那这个跟这边野村证券的研究其实就有一点不谋而合。当他说小盘股跟科技股表现良好的时候，他可能也隐示着比特币在这一波的机会是存在的不过呢，摩根大通也在那边提醒往往恰逢风险资产表现不佳这个原因想必大家也很清楚了，就是因为通常的大降息周期很有可能就是伴随着经济衰退或者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由于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一定，而这个降息周期又是在大部分的人的预测中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看的就是联准会这个降息的意图是不是担心这个危机可能会发生。那如果你从当时这个联准会降息之后释出的 FOMC statement 看的话呢，其实联准会的态度是非常的积极乐观的他表示，这一次能够降息50个基点，是因为他们对于把通膨控制在2% 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有信心了，并且他提到就业率跟通膨，他有信心都可以把它保持平衡整篇报告的口吻是挺有信心的，他仿佛是表示说，这次连续降息2码，只是他补了7月份可能本来就应该降息，然后现在把它补起来的一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着急的降息那 21 Shares 的研究分析师也表示说，在零售额数据超出预期、受到市场欢迎的情况下，已经暂时缓解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市场可能会看到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等风险资产的兴趣有所恢复，从而刺激更多资金流入比特币现货 ETF。这个我们可以在等一下的数据看到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个比特币跟美股在这个周末的一个差距的表现我们先看这篇新闻，日本央行利率按兵不动，分析师日银步调谨慎，但逐步转鹰。在台湾时间的上礼拜五早上，日本央行也召开了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他们的利率维持在 0.25 不变而如果你有看上礼拜的周报呢，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有可能潜在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幸好是没有发生而这个风险的解除，也让我们看到比特币在礼拜4的上涨之后，礼拜5也是连续的上涨过去连续4天都是上涨，而相对的美股则是在礼拜4开高走低之后，礼拜5是收了一根跌幅大家不是都希望说比特币能够走超过美股的走势嘛？然后上个礼拜呢是难得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迹象但是这不代表说加密货币市场就会这样子一路高歌这则区块客的新闻，Fed 的降息不一定利好比特币 ，Arthur Hayes 这恐引发加密货币暴跌。
RC Hayes 在上个礼拜出席新加坡的 Token 2049的时候，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一次的降息可能会加剧通膨的问题，导致日元走强，进而引发市场更广泛的避险情绪。他认为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降息还会收小美日两国的利率差，这有可能导致日元急剧升值，并引发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潮。如果你还记得7月30号左右的时候那一波的下跌，当时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日元套利交易的平仓潮。那我们后见之明可以知道的是，日本现在是没有升息所以你现在去看到美元跟日元的走势图，美元是往上走，并没有像7月30号那个时候直接一波下杀下去。但是如果这几天国际汇率市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RC Hayes所预测的美元对日元下跌的话，有可能虽然其他市场没有任何异样发生的情况，也会迫使投资人卖出原本介入低息日元来投资的风险资产。如果前面这段关于汇率的东西你觉得太复杂的话，简单来说 RC Hayes 对这段行情的分析就是一句话：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是市场短期内唯一的关键指标。如果这个汇率大跌的话，加密货币市场可能也会跟着暴跌了。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讲好消息了。好消息就是美国联准会的下一次利率决策是在11月、12月，日本央行的下一次利率决策也是在11月、12月。换句话说，我们的比特币庄家们，你如果不在接下来这个 October 拉盘的话，你要什么时候拉盘？下个新闻我们看到，渣打银行的加密货币策略主管降息后，加密货币市场有望持续提振啊！这个喊盘不就来了吗？我们的渣打银行。渣打银行的加密货币策略和新兴市场外汇主管 Kendrick 又再次对比特币走势做出预测他表示，在联准会决定降息50个基点之后，更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有望持续提升，而且无论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宏观经济的因素都会推动数位资产的价格走高，并且他也提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点在 FOMC 会议之后，加密资产首次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相对于股市而言，而这是一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在过去一段时间，可能2个月、3个月吧，就是今天如果美股跌的话，加密货币就会跟着跌美股涨的话，加密货币可能不会跟着涨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连续很久了，一段时间的第一次，比特币终于走的是超过美股，而且呢，这个是尽管在 Polymarket 显示 Kamala Harris 是在民调领先的情况，但宏观的驱动因素已经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更断言，美国大选对比特币价格影响不会如过去那么大。我甚至还在另一篇报道看到了一个分析师说，其实如果 Kamala Harris 胜选，对比特币的基本面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情况。反正现在就是大家就是都可以各说各话，就只要比特币涨，然后你说的是看涨，那你说的就是对的一个市场。那 Kendrick 也重申了他之前的预测他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比特币的目标价是12.5万美元；如果是贺锦丽胜出的话，比特币的目标价可能是7.5万美元，都会打破历史的高点。下一个喊盘的还有谁呢？贝莱德这个礼拜喊了非常非常多的盘9月19号的消息，贝莱德表示，比特币已经不是单纯的风险资产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对于比特币跟其他加密货币资产的态度越来越积极，他对加密货币市场的认可已经不言而喻了。在上个礼拜，他又发布了一篇9页长的白皮书，详细阐述了比特币作为主要的加密货币它的独特地位，以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跟意义那这篇报道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通常如果你是一个币圈的同学，你应该也都大致上知道这些东西了。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只是大部分的传统金融的投资人，50-60岁的高净值分子，今天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件事情。好，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他可能不相信我们，但是今天贝莱德跟他们讲这件事情，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情况有什么不一样呢？比方说，我们常常讲的一件事情，比特币短期之内虽然跟美国大盘是有联动的关系，但长期来说，它们的波动的相关性其实是有限的。因此呢，我想要下一个结论：比特币不应该被简单的归类在正常的风险资产里面。好，如果今天我去跟富邦银行的投资长或者谁说这样子的话，他就说人家不会理你。但是如果今天是贝莱德告诉你，尽管比特币具有波动性，并且在短期内与股票市场出现过一定的联动，但比特币跟股票跟债券的长期相关性较低，且它的长期历史回报显然高于所有主要的资产类别，所以他认为比特币的独特性质使其不适合用传统金融的框架来评估，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就很有趣。今天同样的一句话，今天不一样的人讲出来，就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当贝莱德开始进场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市场已经不一样了。比特币本身没有变，改变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那除了这个白皮书以外呢，上个礼拜贝莱德的这个 ETF 投资长以及数位资产部长也联合讲了一个这个事情随着现在美国政府的公债问题跟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拿比特币当成国家的资产储备是越来越有可能的一个事件
2、3个礼拜以前，有一位共和党的议员就向国会提出说，他们应该考虑拿比特币就像黄金一样，当成国家的储备资产。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它是会比 ETF 事件还要更大的一个超级的利多的事情。贝莱德又在喊这件事情啊。那除此之外呢，贝莱德这个礼拜还有另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正在申请的比特币的期权交易，现在已经被 SEC 亮绿灯了啊。这个目前还没有开始可以交易，但是你可以看到，毫无疑问的事情是，我们还不确定对面的那一座山到底是金山还是普通的矿山，但是贝莱德是持续的在打造这个渡河的小船，要为未来有可能想要进入这个市场交易的传统金融投资人提供服务哦。那你觉得贝莱德有没有可能比我们更早知道说对面的矿山到底是金矿还是普通矿呢？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是 Bitwise 啊，现在讨论以太坊似乎很潮，但你终将后悔。这是另一个传统金融的资讯长叫做 Matt Hogan， 他撰文表示对以太坊逆势压注。他表示，现在以太坊是人人看衰，似乎讨厌以太坊还是一个很潮的事情。但是过一阵子，大家会觉得自己很傻。那目前呢，如果你去看比特币跟以太币的汇率，现在是已经降回了2021年的4月的水平，年初至今的涨幅也完全不如 Solana 哦。而这是完全合理的。Matt Hogan 替大家列出了现在以太坊低迷的几大原因哦，除了包括选举风险、Solana 等公链的竞争、具有挑战性的代币经济等等，还有 ETF 的成绩低迷，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啊。就是现在你在各种社群，你可以找到无数的大家看空以太币的各种理由。那 Matt 表示说，上述的担心确实都是好理由，但是这很有可能也错过了更广泛的观点。因为如果你从这些区块链的底层去看的话呢，包括以太坊、Solana 等公链，他们其实都是试图在打造一个公共计算机，所有人都能用的全球数据库，并且能用于开发应用程式。而当你去观察这个底层哪一些应用正在取得突破性的成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被以太坊主导。其中包括稳定币啊，全世界所有的稳定币里面有一半以上都在以太坊上面发行，60%的 DeFi 都锁藏在以太坊上啊。最大的这个预测市场 Polymarket 在以太坊上面落脚。还有什么呢？贝莱德今天想要打造 RWA 的基金，他在这么多公链里面，他选择的是以太坊。Nike 想要推出 Web3 创作平台的时候呢，在这么多区块链里面，他选择了以太坊，并且他可以跟大家打赌，下一个大型传统公司想要做区块链产品的时候，他们最高几率选择的也会是以太坊。他说，以太坊就像是区块链上面的微软哦，虽然大家都想要谈论谷歌、Slack 或者是 Zoom， 认为这些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技术，但是微软依然比他们所有人更大。它正在产生许多的利好，并且人们已经忽视了以太坊在真实世界所取得的成功哦。所以不晓得我的观众里面还有没有持续都在相信以太坊的投资人啊？如果你现在身上最大的 bag 是以太币，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会被比特币社群、Solana 社群、BNB 社群各种的社群给嘲笑跟谩骂。在这个以太币跟比特币的汇率又跌回4年前牛市开启的时间点的时候，你是选择在这个时候割肉，还是相信基本面扎实的币在牛市来的时候绝对不会落后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像我们看到 BingX 交易所证实热钱包遭害，暂时停止出金，正制定全额的补偿计划。这个 BingX 交易所在上个礼拜出了一点问题哦，说什么热钱包好像被害了，但他们现在官方已经跳出来说，他们是会用自有资金全额赔偿损失。趁这个机会再一次提醒大家，虽然说现在很多的大机构都已经进来了，总统也都开始提加密货币了，但是这终究还是一个新的科技，骇客啊、诈骗啊，或者有的没有的东西的风险都还是存在，所以学会自己使用 Web3 钱包以及分散自己的资产配置，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并且呢，这边也是给 BingX 一个 respect 啊，就是今天如果你的用户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受损的话，交易所全额赔偿，这个是用户想要看到的有肩膀的交易所的行为啊。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是之前在 NFT 牛市的时候 ，OurSong 是台湾的一个算是当时蛮有流量的一个平台吧，那它将在今年的11月底停止服务，所以如果你当时是有使用 OurSong 的话，记得在那个时间把资金提领出去。好，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币追数据的单元啊。第一个是我们看币圈资金流入流出啊。我们知道联总会这个利率会影响到整个风险市场，但是聚焦在币圈的市场，通常我们只看稳定币的流入流出啊。那截至礼拜六的数据，上个礼拜加密货币的稳定币是流入了 0.65%，是持续的稳定的流入。那在这当中呢，前12名公链里面流入最多的是这个 Sui 区块链，第二多的是 Avalanche 区块链，第三多的是 Ton 区块链，流出最多的是 Solana 跟 Polygon。那过去一周5个交易日里面，比特币现货 ETF 是有4天的净流入，只有1天的净流出。
以太坊 ETF 的表现就比较糟一点了，有3天的净流出，只有2天的净流入，但是比起过去2-3个礼拜来说，已经是好很多了。上周4、周5更是这一段时间来罕见的连续2天以太坊 ETF 的净流入。恐惧贪婪指数随着比特币站上$63,000贪婪指数现在来到了中性的54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之前1个礼拜、1个月什么的，几乎都是极度恐慌的一个程度啊。过没2个礼拜，现在就来到了一个中性，但是我们还不会到太贪婪就看看接下来的市场怎么走了。Michael Saylor 的囤币追踪，不瞒各位说微策略上个礼拜买币之后，这个礼拜他们又买了。MicroStrategy acquires another 7420个 Bitcoin， 他们花了4亿5千万美元他们手上现在已经有25万颗比特币你可以看到说，虽然说微策略这些绿点点都是他在买他虽然常常在买，可是连续2个礼拜都做买进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常见的是不是有可能代表说 Michael Saylor 看到了什么契机呢？下一个数据是 Mt. Gox 的砸盘追踪这个礼拜他们没有砸任何的币出去我们持续的关注。以及下一个就是联准会下一次选择利率调整的时间下一次联准会利率调整是在11月7号，目前有一半的人认为说会再降息1码，一半的人认为说会再继续连续降息2码，所以开启降息周期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大家都已经这么认为了。而这个风向希望在这1-2个月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罕见数据第一个是这个 CME 的期货做空量大幅下降，这个是在 Crypto.com 上面你会看到这个机构他们在4月份的时候是有很多人在芝商所上面大量的做空比特币，但是这个做空量随到现在已经是非常低了，现在的做空量已经差不多跟2023年7月左右是雷同。另一个罕见数据是 Coinbase 的溢价暴跌，分析认为说，真正的比特币牛市必须要是在美国以外的交易者的 FOMO 才能够带起，而当美国以外的交易者 FOMO 的时候，在 Coinbase 上面的溢价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折价。就是说，在 Coinbase 上面买比特币的价格，跟在其他市场买比特币的价格，是其他市场更高。就是外面的人在疯狂买比特币，超越美国，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比较正统、比较合规的投资者那这个数据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突然穿了一根到很低的一个位置，当然它可能是插针但也预示着在短期之内，比特币的行情上涨很有可能是比美国以外的投资人所造成的。好，在进入本周前瞻之前呢，我们前面提到了你的资产要学会分散在不同的平台，并且你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一个自托管钱包。那我在过去1年一直在使用的自托管钱包都是这个 OKX Wallet 然后这个 OKX Wallet 真的是现在我没有用其他的钱包，我不敢直接说它是市场上最好用，但是它真的是作为钱包服务商，简直是把自己当成交易所一样卷，持续的优化功能在过去我们对于这种钱包去中心化自托管的平台，我们觉得难的都是我今天如果想要交易什么样的币，是不是都要去找到什么样的 DeFi 去使用，很困难。但是在 OKX 的界面上面，你点到 Web3 钱包之后，你点下面这个交易，它上面就有这个所谓的买入、卖出跟高级兑换的差别。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简单的买入 ETH， 比方说我想要买入个$1000等值的 ETH，我只要这边授权确认你想要的金额，然后就可以简单的透过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交易了。而且呢，在过去去中心化交易所可能做不到的限价单的模式，在这边的高级兑换上面，你也可以做到。比方说，我想要买以太币，但是我想要让它跌到$2400再买，我也可以像这样子操作，然后直接提交限价单，就可以在去中心化的钱包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可以碰到我的资产，也可以实现就像中心化交易所一样的交易体验然后就直接 Face ID， 也不需要每一次都提助记词。那刚才提到 OKX Wallet 更新非常快的一个点，就是你最近去看一些主流交易所上架加密货币，很多都是迷因币的板块，就是现在迷因币确实也是很热的。就是现在随着大家不喜欢高估值的 VC 币 ，OKX Wallet 对于迷因币的热潮也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提供用户使用在行情这边点击 Meme 工厂，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甚至即将发布的一些迷因币。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像赌场Pump Fund Sun Pump 跟 Moonshot 的币，你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它的资讯，并且一键进行交易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虽然说迷因币很有热潮，但是在所有的热潮跟你看到的造富神话里面，有更多是买到归零的土狗币的同学，这个风险必须大家是要留意的。那随着比特币的行情回温，这个符文跟铭文也开始又有点起色。上个礼拜有一个这个叫做 FLUX Fractal 的首个代币协议暴涨60倍。OKX Wallet 这个礼拜就弄出了一个 Fractal 的铭文生态对于这种行业最早期的热点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直接从铭文然后找到这个 Fractal 专区去使用那当然这个 FLUX 币本身我是没有把它研究完，但是 OKX 就把它的基础建设做出来，我觉得那也是
非常疯狂给大家参考。台北时间9月26号礼拜四晚上9点20分，联准会主席的鲍尔会对市场表达他的想法在正式降息2码，并且让市场预期今年会持续降息之后，联准会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关注。有这个时间点，根据鲍尔他说的话，是有没有足够的底气，认为说接下来市场就是稳了，还是说我们糟了，所以我要快速的降息？在当下的时间点，可能对投资人的投资情绪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时间点有参会同学要留意。然后另一个最重要的本周前瞻如果你前面的东西都没有看，或者是没有看懂，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礼拜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CZ 要王者归来了。随着时间推移 ，CZ 预计将在2024年9月29日，也就是接下来的礼拜天刑满释放。很多人，如果你有滑 Crypto 的推特的话，你可能看到最近大家对于币安的一些政策是颇有不满大家都在期待 CZ 能够回来好好整肃币安做的事情。当然，那个是大家在炒的一些八卦，这个大家可以再自己去研究一下。但是呢，尽管说我们知道 CZ 现在已经不能参与币安的业务，它的出狱释放能不能对币圈或者说亚洲币圈起到正面的激励的作用，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都在预期的一个可能性尤其是紧接着我们说比特币历史以来表现最差的1个月9月份，也随着它的出狱结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这算是一个常理上不应该影响大家投资作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如果币圈行情也是跟着上涨，那这绝对是一个很有趣的叙事可以炒最后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礼拜3的呢喃猫老师的台北场的课程那这次练习生有加码一个下班学投资一起早退休的活动，如果你是报名现场场的同学，现场还会抽筋膜枪跟午睡枕，如果你揪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你的得奖机会还会再 double。所以，如果你对加密货币市场是有兴趣的朋友在这个时间点不用花任何的钱，免费注册练习生，并且报名这样好评加开的呢喃猫课程，你就可以亲自向币圈专业的投资团队询问说你不确定的币圈可不可以投资等等的事情好，链接我会放在下面翻给大家。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这边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在我们下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那这样来，我是脑哥，我们下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